男主花掉380万是假的，水原千鹤还是纯情好女孩。人活久了真是啥都能看见啊，水原千鹤的评价居然越来越好了。漫画在之前出了这样一话，这么高颜值却这么纯情，也太犯规了吧。算是官方给水原定性了，但是鉴于租借女友这漫画的以往风评实在是太差了，这个图就很快被翻成了梗，有套了杀生院的，有套了梅福的，反正都是嘲笑。但作为全网最尊重租借女友这漫画的视频作者，我觉得是烂货，就没蹭。但在我做出了选择后，天上开始掉馅饼了。哀鸿城破10日记闪亮登场，由于林翩翩过于割裂的人设，感情和遭遇完全处于两个极端，于是就有人开始作图，而水原千鹤在这里反而印证了漫画的那句这么高颜值却这么纯情，也太犯规了吧。但是作为全网最尊重租借女友这漫画的视频作者，我依然选择不蹭。而就在爆款选题如雨点般向我袭来，我一通操作完美闪避后，还是没躲过老天爷赏饭吃。就在昨天，租借女友这漫画的汉化组鹅妈妈的童谣下场了，他们详细统计了男主在水原千鹤身上的实际花销，解释了水原为什么在情感的事情上这么拧巴。那我觉得我之前带了这么一大波节奏，很有必要就着这个解释澄清一下之前的一些误解了。首先是花费问题，之前网传的380万日元，经过详细统计是67万日元，会有这样的误差是因为统计的方式不同。外网当时的统计把很多不是男主花在水原身上的钱也算了进去，而我当时写进视频里的380万没再去考证，这不我的。而67万日元，哪怕按照以前1:20的汇率，也就33000多块钱，而按照今天的汇率是27810块钱。而关于水原是清纯好女孩这点，汉化组解释了很长一串，比如最近更新的漫画中，男主给水原帮忙，水原会给男主支付劳动报酬，主动提出 AA， 理由还是很纯情的，这也是一场属于我的约会，也算是宫岛李莉这家伙把水原和男主拉到了一个对等的关系中，有的时候都不需要同行的衬托。水原现在的这些行为，这角色已经是超级理想了。而这个漫画一直被骂，很大程度上大家骂的不是水原这个角色，而是作者和男主。汉化组说，漫画从237话到380话，将近150话的内容，总共才过去了2个半月，有这篇幅给别的漫画都完结好几回了，剧情实在是太水了。还记得水原主动吻了男主吗？宫岛李莉水了一整话，整个台词都没有几句。而男主，说实话，漫画前期的男主那是属于行动力超强的一批了，放小约翰视频里能当半个硬核狠人了。你是个大学生，能说拍一部电影立马就开始干的吗？结果后面呢，整天不是在脸红就在脸红的路上。如果水原在宫岛李莉的塑造中是向上走的，那河野这塑造已经是直冲下水道了。我们感觉骂男主的时候还是在骂作者，真的是浪费了这么好的画工啊，宫岛李莉。最后我还是想说，这动画能出到第5季，每一个给这 IP 花过钱的人都有责任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你觉得这个漫画应该得到一个怎么样的评价呢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